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呢？买了塔罗牌，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看了很多影片，翻了很多书，还是听不懂牌在跟你说什么。有的时候甚至会怀疑是不是自己没有天分。其实啊，你缺的不是天分，也不是许多零碎的资讯，而是一套温柔有系统的学习地图。这个就是我为你设计的米娅的22堂塔罗线上占卜课程。这22堂课呢，不只是教你怎么解牌，而是教你如何真正的跟塔罗牌产生连结，听懂它想要告诉你的讯息。更特别的是，我把吸引力法则的概念融入到整套教学之中，帮助你转化内在限制性信念，打开能量流动，吸引你真正渴望的爱情跟财富。这堂课总共有4个章节，22堂精心设计的内容，从基础观念、解牌方法到实战演练，一步一步的带你掌握塔罗，开启你跟宇宙之间的能量通道。第一章，踏上塔罗的魔法旅程，学会挑选自己的牌卡，认识塔罗牌的起源，了解大阿尔克纳还有小阿尔克纳的差别，还有怎么跟你的牌卡建立专属的灵性连接。第二章是解牌的核心技巧，逐章解析每一张牌的意义。重点呢不是死背牌意，而是让你学会运用直觉，每一次抽牌都能够精准的掌握宇宙给你的指引。第三章进入到实战应用的部分，3张牌、5张牌，爱情、事业各种问题，用真实的案例带你实际演练，帮助你清楚的读懂牌意，做出温暖又有力的解读。好，第4章呢，也是整门课的一个亮点哦。塔罗牌结合吸引力法则，帮助你启动丰盛能量。塔罗牌不只是解答问题，而是成为创造人生的强大工具。这是一堂线上预录课程，影片从4月30起陆续上架。购买之后呢，你会有1整年的观看期限。如果你在影片上架期间购买的话，观看期限会从全部影片上架完毕之后才开始计算。想学塔罗，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点选下方链接，一起展开这段魔法旅程吧。Hello，大家，我是蜜雅。我们今天呢要做一支比较特别的影片哦。那在开始之前呢，想要跟大家说，这支影片呢并不是给所有的人的，这支影片没有选项，它呢是宇宙要传讯给特定的族群哦。好，如果你今天呢只是好奇，想要来听一些娱乐性的讯息，或者说哇，你觉得现在的人生是顺风顺水的一个状态，那这边呢，想要跟你说，这支影片可能不是属于你们的讯息，你们现在离开完全都没有关系哦。好，那这一组的朋友啊，如果你觉得你现在心里有一个念头是，你知道这个状况不大对，或者说你知道这个环境这个人可能在慢慢的伤害你，在消耗你，你清楚有些地方不对劲，可是你现在还不能马上的改变，不能马上的离开，因为你可能还必须要继续这样子生活一段时间，或是你要赚钱，或是你觉得你没有退路的话，好，这一组的朋友，这支影片是给你们的。那我想要先说一下你们其实并不是迷惘，而是你们已经非常的清醒了。因为在这一组牌里面呢，我感觉到的不是混乱的状态，而是一种非常清楚、非常理智，然后也感觉非常疲惫的状态。也就是说呢，这一群朋友，大家，我觉得你们并不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也不是没有方向，而是你非常清楚自己要什么之后，有一个很残酷，或是有一个很现实的清醒的想法，是你知道你不属于这里，但是你暂时没有选择。你并不是没有想过离开哦，可能你想过很多次，那你们也有去做一些所谓的可能内在自我成长的部分，但是你又觉得光靠内在转念，它其实没有办法去抵抗一些现实的压力，比如说你的生活啊，你的账单啊，你的房租等等这些现实的一个问题哦。宇宙想要告诉你说，你现在过得这么累，它其实是一个结构性的真相。
你现在过得很累，并不是因为你不够好，而是因为你长期被困在一个没有让你可以好好滋养跟恢复的环境中。什么叫做没有恢复期的环境呢？就是你每一天都在被你不喜欢的事情所刺激，被要求、被监控、被评价、被否定、被比较，你有点疲于奔命的去应付，然后你一直在防守跟防卫，但是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慢慢的把自己爱回来，让你可以放松，好好的去滋养自己。并不是你不想努力而是你觉得我根本就没有力气去做一些多余的事情。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可能你会比如说下班回来就只想躺着不想说话，一想到未来啊就会觉得有一点不明确，有一点害怕，你心里很想要改变，但确切要怎么改变或是要怎么动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害怕或是有点不确定跟恐慌的。这一组的朋友啊，其实你们内在已经承载超载太久了。好，那为什么会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呢？其实并不是你的命不好，并不是宇宙在惩罚你，并不是你吸引了坏环境而是在这一组的朋友当中啊，很多的你们早期其实受过创伤的，因此你会不自觉的走向一个低保护跟低支持的一个位置，因为你很会忍，你很会撑，你很会顾全局，你会把一些不公平合理化。好，那如果在健康的环境里面呢，可能是一种成熟的行为，负责任的行为。可是如果你今天在一个权力不对等、掠夺型的环境里面，你常常会被别人解读成他不会反抗，他会吞下去，或者他是好欺负的。所以你们可能会被强迫、被加压、被要求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事情。好，因为你不知道要怎么去保护这个界限，或者是说你觉得在这个权力体制下你是无能为力的。接下来宇宙要请你们做的事情是练习什么？就是我们不要再被榨干了。好，第一个就是在这个环境中啊，你要抽离开来，你并不是你本人，你只是一个角色，你不需要去解释，你不需要去证明，也不需要去期待公平，你只要做完你该做的事情，完成走人就下班。然后这是一种怎么说呢？让你最低限度可以活下去的一个方法，它是一个生存的策略。好，如果你们是在一个有毒的环境里，你收到很多的批评，这种批评它不是一个正向的批评，不是一个建设性的回馈，而是一种控制。所以你要在心里做一个转换。好，他们讲的话不等于你有问题，他们需要展现他的权利来压人，你不见得等于你应该要去承受，你不一定要反击，但是你不要再默默的吞下去。好，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提醒，就是当你离开那个环境，假设是职场好了，下班之后呢，就让这个战场真的结束。比如说你可以做一些仪式，你洗澡或是换衣服，把上班的衣服换掉，或者是有些朋友，如果你可以关掉讯息就关掉讯息，跟自己说好，今天你撑过去了，并且告诉你的身体说现在是安全的。大家有些朋友你现在很想要离开环境，但又不能就是怎么说呢，又不能马上的去离开某一种环境。其实你不见得要逼自己好像快速的飞快的离开，因为这个也是对自己的一个压力。在你现在的这个状态啊，真正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要降低被伤害的程度。
首先呢，就是你要停止用全有或是全无的状态来要求自己。可能你脑袋中现在只有2个选项，第一个就是我继续撑着，我继续待在这里，但是我可能会慢慢的死掉。第二个我离开，但是我觉得我没有钱，或是我没有退路。好，那这2个全有全无的想法中间呢，其实还有一条其他的路，就是新的路。这个路是什么？你可以暂时留下来，一边去寻找其他的机会，但你不要再全心的投入在这个环境中哦。这不是一个消极的想法，它是一个创伤幸存者的一个智慧。好，第二个就是要请大家建立一个防护罩哦。这个防护罩是你要减少接触，减少暴露。如果你一直被刺激，一直被消耗，然后又没有缓冲空间的话，其实很难哦。在这样的环境下，很难光靠内在修行去好起来。所以我们要创造一个低刺激的过渡的环境，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暂时让它对你的伤害降到最小。比如说呢，能够少接触就少接触，然后你不要你可以付出你的身体上的劳动，但是不要付出太多情绪的劳动，不要再让这个环境持续的重创或伤害你。比如说把接触伤害源的时间降到最低，或者说把被批评、被责骂、被抢资源的这个机会减少。实际可以怎么做呢？你就是避开某一些人，某一些特定的时间点时段，或者说如果避不开的话，你就做最低限度的互动，或者说把自己变成一个低调的低曝光的一个状态哦。这个并不是退缩，是一个撤退的战略。好，这个目标是要你把你从一个高刺激的环境转移到一个低刺激的环境中。大家可以开始实际的去寻找外在的这个转向，有没有办法去转换，有没有办法去实际的换一个环境。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的外在环境绝对有机会可以转变，它靠的是一个过程，也就是你会先从一种被动承受者的状态，慢慢的你会转移到一个位置，这个位置是你是有选择的。这个过程它可能不是一触可及，不是一跳就能够完成，但是它一定会慢慢的分阶段的去完成。大家要记住首先就是要让这些强迫性的事情不会直接的伤害到你们。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拒绝，然后也没有办法离开，但是你要在心里跟自己说一句话，就是好，我可以做，可以照做，但是我心里不必去认同你们。然后具体你可能就是完成你做的这个最低的标准，你不要额外的去给自己加责任或是加情绪，也不要觉得自责，也不要替对方合理化，这个是为了要帮大家止血。然后你生命中一些不喜欢的事情，你可以转向成好，你不适合。很多时候你觉得被逼你觉得我不想，我不喜欢，那在现实的权力的结构中你可以想成好，这个目前不适合我的状态，不适合我的效率，不适合我的健康，不适合我的工作范围。你可以转换之后呢，用这个语言来保护自己，因为我们可以为自己准备一个适合的环境，为自己准备一个不被强迫的未来。你之所以被困住，可能是因为你需要钱，你没有退路，你不能马上离开。可是我们可以在一个小地方慢慢的去累积自己的选择权，一旦你们有出口，你就不会被逼到极限。好，那这一组的朋友你们过去一直都被放在一个可能没有被好好的支持跟保护的位置上，
这个不是你个性的问题哦，它可能是环境跟你过去所遭遇的创伤一起造成的一个结果。一旦你停止消耗，把自己消耗在错的人、错的位置上，你的运气、好运气它会回来，你的人生真的会转顺。而且呢，大家要让自己的人生有缓冲哦。你们绝对不是不努力，你们太常全力的去拼。但是这一组的朋友，宇宙想要告诉你说，给自己留一点时间，不用马上变得最有效率。给自己留一点空间，不用一直去评价自己。这些留白啊，会在你的关键时刻变成一个救命的空间。当大家懂得这些提醒的时候，你已经慢慢的走向幸运体质了。还有最后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大家要听好，你不要再问说我做的够不够好，而是你要问说这个人、这件事情、这个环境有没有滋养我？好，这是一个会把你人生转向另外一个分水岭的问题哦。你可以试着把你面前所有的选择都换成这样子的想法：这个工作、这个关系是让我慢慢好起来，还是一直在消耗我？我现在是在恢复呢，还是在被消耗？这条路我可以走下去，还是我是靠意志力去撑下去？当大家开始用这样子的想法去选择的时候，你的人生自然而然会自动排除一些不对的东西，你的能量跟结构也会改变。好，大家现在可以做3个很小但是会改变未来走向的事情的步骤。第一个呢，就是现在开始请大家停止逼自己说，哇，我一定要马上想通我的人生未来应该怎么办。你现在不需要所有的答案，你现在需要的是让你的脑袋先放松。好，先放松，只要你可以放松身体，这一天就是成功的。第二步呢，就是你去选一件事情，它是不需要你去证明价值，然后固定去做这件事情。比如说呢，每一天固定去散步10分钟，固定写一段话给自己，固定让自己好好的休息放松，不会感觉内疚。因为这是为了要再告诉你的潜意识说，你是可以好好的被照顾的。这个会慢慢的改变大家吸引到的环境。第3步就是大家这步很重要，你不要急着要靠一次赌，就是好像就是压在一个东西上面，赌这一次翻身来换接下来的人生。你们接下来的人生啊，会慢慢的好起来，慢慢的稳起来，有选择权，然后最终环境会改变。你们现在呀，已经在第1步了，你会慢慢的看见一切正在变好。最后想要跟你说，你们并不是不幸运，你只是太久没有去站在一个对你好的地方。但是大家今天听到这支影片，代表说接下来你们已经准备好要换新的位置了。有些事情啊，你为了生存，比如说你要赚钱，你要工作，你有一些责任，这些事情你不能不做。但是大家也不要让这种生存型的事情完全占满你的人生哦。就像前面提到的，你可以设定一个结束的仪式，比如说换衣服、洗澡，然后来结束，做一个切换，或是换一个空间。然后第二个是不要在这些事情上去
要求我一定要喜欢，或是一定要找到一个什么样的意义。你可以跟自己说，这个并不是我最终的样子，不是我一辈子的样子，它只是目前的一个生存跟过渡的一个阶段了。好，大家要先承认有些事情就是会消耗你，你就承认这件事情。光是你承认就可以省下30%的内耗。第二个，请大家把你是谁跟你在做什么分开。你并不是为了这件事而存在的，你只是正在暂时做一件不代表你的事情。然后做完之后啊，你一定要去给自己一点鼓励跟补偿，给自己一些奖励，就是发呆5分钟，对自己说一些正向的话等等的。这一步骤绝对不要省，这一步骤是你滋养自己的一个关键哦。你不会再被这些事情吞噬掉，你的人生会开始转向，你们正在学会一个可以活得很顺利而且长久的方式。大家这边宇宙想要让你们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们并不是失败者，你们也不是逃避者，你们不是不够努力你们是一群在极端条件下努力保住生命力的人我看见你们本身有很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呢，是你明明已经很累，却还愿意活着，却还愿意醒来，却还愿意继续保护自己。宇宙想要让你们知道，你们现在不是在退步，你们现在是在重新校准自己要站的这个位置。接下来这段时间呢，大家你们不用急着去证明任何事情，你们只需要记得一件事情就好，你不需要再牺牲自己来换取生存。好，你们不需要再一直自我怀疑接下来的这条路，它会慢慢的稳稳的把你带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今天这支影片不是一个随机的讯息，是宇宙想要告诉你说，我知道你已经撑很久了，你不用再一个人去扛下去。好，最后请大家为自己做一件小事情，它是每一天一个很小的选择。从今天开始，请你选择站在自己这边一次。因为当我们没有站在自己的心上的时候，当你没有选择站在自己这边的时候，人生原本很多重要的东西，重要的事情它也会慢慢的偏离轨道，慢慢的失去对齐的方向。所以你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要把这个方向慢慢的轻轻的拉回来。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绝对可以在现实的缝隙中去长出自己的选择权。好，今天呢，如果你觉得这些讯息有哪一句话温暖到你，或是有接住你的话，你可以在留言区留下一个爱心那这个呢，并不是留给我看的，而是你留给自己的，因为你们已经开始为自己做出选择，你们已经开始把自己爱回来了。好，那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觉得同样也需要被理解或是需要这个讯息的朋友。好，我是蜜雅，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